歡迎來到煙火味廚房。冬天我們要多吃菠菜，今天菠菜分享一道不一樣的新吃法。首先準備一把菠菜放在大一點的碗中，根部不要完全剪掉了，留上一小部分，用指甲把表面的污垢刮乾淨。其實根部也是可以吃的。菠菜要好吃，處理非常的關鍵。像菠菜的根部，菜幫裡面有很多的泥沙或者是污垢。接着往裡面加入小半勺的食用小蘇打，大半勺的食鹽。因為食用小蘇打呈碱性，有很強的去污能力，食鹽有消毒殺菌的作用。加入多一點的清水，使菠菜在淡鹽水中浸泡10分鐘左右。經過這樣處理一下，我們在清洗的過程中會更加的方便快捷。大約10分鐘左右，菠菜經過浸泡以後，泡出了很多的雜質、泥沙，還有一些污垢。稍微的清洗一下，然後撈出來，放在另外一盆清水中。在清洗的過程中，我們要像視頻中這樣，把每一片菜幫都掰開來清洗，因為菜幫裡面有很多的雜質，還有一些泥沙，這些都是不能吃的。挑選菠菜一定要記住2點：葉子翠綠不發黃，根須短而結實，這種才是當季的嫩菠菜。冬天是菠菜大量上市的季節，也是一年當中最好吃的時候。直到把水洗至很清澈，我們就撈出來，放在肉篩裡面備用。這道菜好吃的關鍵就是準備3個皮蛋。首先把皮蛋的外殼敲開來，然後把外殼處理乾淨。皮蛋是用鴨蛋醃製而成，保留了鴨蛋大部分的蛋白質、礦物質。經過簡化處理之後，蛋白質更容易被人體消化吸收，鈣含量比新鮮的鴨蛋有所提升，對骨骼健康有一定的益處。但是皮蛋經過醃製過後，鹽分和鹼分都有所提高，我們一次不能吃太多。接下來把皮蛋对半切開，然後再切成小條，也不需要切太小，一顆皮蛋大約切成4等份就可以了。然後再切成大約1公分左右的小丁，全部切好放在盤中備用。做這道菜，我喜歡加一些肉末，準備1小塊里脊肉剁成稍微粗一點的肉末。加入一些肉末，不僅可以增加鮮味，同時還可以豐富口感。也不需要剁太細，有一點點顆粒感，吃起來才更加好吃。全部處理成視頻中這樣放在盤中備用。準備幾粒去皮的大蒜，切成小丁。大蒜可以增加菠菜的蒜香味。全部切好放在小碗中。1小塊去皮的老薑切成薄片，然後再切成薑絲，最後切成稍微細點的薑末。老薑不僅可以去腥，同時還可以增加食慾。全部切好放在蒜子一起。所有食材準備好，我們開始操作。提前準備1鍋開水，加入小半勺的食鹽，小半勺的食用油。我們把處理好的菠菜直接放在鍋中，我們要提前焯下水。加入食鹽是提前入下底味，食用油可以使菠菜翠綠不發黃，起個保護的作用。今天的菠菜我們要稍微的多燙一會兒，直到把菠菜燙至斷生，這一步特別關鍵。用筷子翻動一下，使每一根菠菜都能夠受熱均勻。煮製成視頻中這樣就差不多了。這個時候的菠菜已經完全的斷生了，而且顏色也沒有變色。直接控水撈出，放在涼白開中稍微的過下涼，然後整齊的擺在盤中。接下來另起鍋，加入少許的花生油。接着把切好的薑蒜末直接倒在鍋中，切好的皮蛋也倒下去，
小火慢慢的煸炒出香味，皮蛋邊緣微微起沙的樣子，這就是最香的時候。這樣煮出來的湯才會鮮到骨子裡，這一步特別的關鍵。接下來把剁好的肉末直接倒在鍋中，快速的翻炒，把肉末炒散開來。這裡我們要不停的翻動，使肉末快速的分散開來，使每一粒肉末都能夠受液均勻。炒至肉末變色出油，皮蛋的鹹香和肉末直接融合在一起。接着往鍋中加入小半碗的開水，滋啦一聲，皮蛋和肉末的鮮香味瞬間就被激發出來了。開大火快速的煮開，這個時候出現了少量的油沫子，我們一定要用勺子把它們全部撈乾淨，這樣煮出來的湯才不會油膩。接下來加入小半勺的食鹽調味，因為皮蛋本身就有鹽味，加入少量的松茸鮮，少許的白糖，其他什麼調味料就不需要添加了，稍微的攪動一下，使調味料完全化開。接下來加入準備好的枸杞，增加營養，同時搭配一下顏色，煮製成視頻中這樣湯色奶白就可以啦。把煮好的湯汁淋在菠菜上面，一道營養又好吃的上湯菠菜就這樣做好啦。菠菜富含膳食纖維和鐵元素，搭配皮蛋的優質蛋白，再加上肉末的動物蛋白，低脂又飽腹，冬天還能補充維生素，暖心暖胃又健康。菠菜脆嫩爽口，湯汁鮮香入味，一人拌米飯都能多吃2大碗。如果視頻對您的廚藝有那麼一點點幫助，就麻煩點讚、收藏、留言並轉發出去。另外頭像還可以看到更多家常菜製作視頻。我們下個視頻再見吧。